这个女孩长得一般，却特别会把别人男朋友抢过来。她根据委托人提供的信息，迅速分析出那些渣男的喜好，然后装成那种他们会心动的女生，这样就能快速代替委托人，帮他甩掉控制他的渣男。今天的求助者叫黎莎，因为遭受男友的极端控制束缚，只能绝望地在网上求助。偶然间某人推荐了抢夺恋人工作室，我把最后的希望都寄托给了他们，但他一看到厨子就开始质疑，坦白说你不是他的菜，别担心，你能追到他我也一定行。看到这，助理赶紧打圆场，介绍说厨子是工作室的核心成员，成功率高达100%。黎莎还有些存疑，厨子却一招就让她信服。她拿起手机，仅凭男友的社交动态就能精确猜出他的喜好，喜欢年龄相仿或略大的实习美容师，或是看似清纯熟悉后话多的女生，外表少女，性格却是软萌小恶魔，真是让人惊叹。厨子这番本领彻底打动了黎莎。助理说如果抢救不成功就不会向她收费。听着黎莎的叙述，他们逐渐明白黎莎和男友是在工作时遇见的，因为彼此相吸引，两人自然而然地同居了。但随着时间的推移，黎莎意识到表面温柔的男友实际上非常控制，哪怕只是普通的外出办事，会被误会在秘密约会。更恐怖的是，仅仅因为对取外卖时说一声谢谢，男友就觉得她不忠诚。有必要对送餐员这么友好吗？尤其是在男友面前，持续的严格控制让黎莎感到窒息。她一提出分手，男友的伤害就更加严重，这让人更加绝望。对方知道她的工作和家庭住址，使得黎莎连偷偷逃走的机会都没有。无奈之下，她只好向高中同学求助，希望这位律师朋友能够帮助自己。没想到男友突然出现，希望顿时破灭。因为过于恐惧，黎莎不顾一切地逃走了。之后尝试联系那位同学，却被告知不想招惹麻烦，让黎莎别再找他。她整天都不敢回家，直到踏入工作室，厨子接着说会帮他快速解决问题。另一方面，联系不上女友的渣男正发狂大发雷霆，他发誓要让他吃苦头，冲他喊你给我进来。厨子一出现，渣男就心花怒放。然后厨子假装自己是黎莎的高中同学，说自己因为和男友吵架心情很差，所以希望黎莎能陪自己一晚。为了消除渣男的怀疑，厨子撒娇地说黎莎自从有了男友就不怎么联系老朋友了，因此希望渣男能劝劝黎莎，别因为谈恋爱就忽略朋友。说着撒娇贴近那渣男，厨子明显靠近他，让渣男很是享受。随着两人互动不断升温，空气里越来越有暧昧味道。这时黎莎完全被男友忽视，正当她应该摆脱渣男时，本以为他会因此很高兴，没想到却对厨子很反感。因为黎莎发现了厨子只花了3分钟就抢走了与她交往3年的男友。这种对比使黎莎感到非常自卑，甚至希望厨子这次能抢不到男友。电话铃声正好响起，原来是助理装成老板打电话，说黎莎要出差几天。因为厨子的存在，男友不再干涉黎莎的行为，甚至希望她快点离开，别打扰自己。因此黎莎自然而然地和男友分了手。目送黎莎走后，他们交换了联系方式，然后厨子特意夸黎莎超级可爱，说男生都喜欢这样的女生，要是自己也能可爱点就好了，或许就不会和我分手了。绝不是这么回事。什么啊？然后看到厨子发的信息，我是厨子，今天真的很感谢，我不想回去了。我也是这么想的。然后他们俩自然而然地欢呼了。2周后，黎莎收到了男友的道歉短信，这意味着她终于能摆脱男友了。正当她以为一切都已经结束，却突然接到那个渣男的电话。那个女的到底怎么了？简直让人烦透了。自从她搬来我家以后，原来厨子成功取代了黎莎，也开始变得像那渣男一样，变成了个控制欲超强的女友，一直盯着渣子的动向，一点不顺心就动手打人，吓得渣子躲着要求分手，同时希望黎莎能回到身边。厨子突然接听电话问道，渣子为何换号码？至此，本集的抢夺恋人服务宣告结束。但黎莎在付完钱后并未立刻离场，因为被厨子抢男友的事激怒了，她真的很不甘心，所以希望在这里提升吸引力，直到超过厨子。这次帮助的人叫春日，她无意中发现男友山原不止和她一个人在交往，而且每次恋情都不超过半年。
于是春日打算主动提出分手，没想到自负的山原竟说，分手只能由他说了算，想分手也得等他开口。此外，春日还注意到，男友好像跟他的直属上司有过一段情，听说上司对他至今念念不忘，所以每次男生想靠近他，对方就会用各种借口让他们保持距离，还会恶狠狠地警告他。就这样，春日不只要处理喜欢炫耀的孔雀男友，还得小心不让护士长发现他们的恋情，再加上繁杂的工作，这让他日子过得很苦。为了改变这种情况，他想到了辞职。接着他比较了其他医院的招聘广告，春日无奈地发现，现在的工作是最佳选项。正当他为此头疼时，偶然看到的论坛帖子给了他新希望，于是带着试试看的心态找了家工作室，不料很快就像黎莎一样佩服不已。厨子先简略提了2个问题，然后翻开山原的朋友圈，仅仅10秒，他就准确分析出他所有喜好。他倾向于喜欢那种看起来清纯的公司女主播，性格的既包容又柔情，还得擅长倾听并能不着痕迹地引导谈话。厨子的出色表现让春日大为惊喜，他立刻支付了所有费用。我要把你抢过来，拜托了。黎莎还在犹豫怎么行动时，厨子已经开始工作了。他首先开了空调，把温度开到最高，再穿上厚外套，开始猛烈运动，整个过程都不喝水，直到完全耗尽体力，严重脱水。这时才给浅昭打电话，准备好了，赶紧叫车。原来厨子的行为全是为了住院，这样就能自然而然地接近山原。春日意外地发现厨子是为了帮自己而这么做，竟然不惜伤害自己，他真的很感激。厨子的分析说，山原喜欢帮助弱势的人，装病让他更易成功。2天后，厨子逐渐康复，趁山原查房时，他向他表达了感谢，然后假装头晕接触他，最后轻拍他的手，真诚称赞他真温柔。山原挺享受厨子的崇拜，但护士长突然闯进来，一切都被迫停止，这让他感觉意犹未尽，心里像是被猫抓了一样。他却不知道这只是厨子计划的开始。晚上，厨子早早藏在楼梯间，等山原下班经过时突然出现，伪装成偶遇。山原说晚上离开病房违规，我知道，请你帮忙保密，别让护士长知道。但也得赶紧回房间。声音突然响起，厨子急忙拉着山原藏了起来，不希望别人看见我们在一起，感觉有点害羞。他借机要山原送他回房，可爱会撒娇的他让山原难以拒绝。山原不知道自己即将步入是一个精心设置的恋爱陷阱，为避免被护士长发现，2人偷偷溜过护士站回去，却不小心弄出一点声音，紧张地蹲了下。突然的暧昧让他们俩很享受，幸好护士长没察觉什么，很快就放下了戒心。2人拉手快速跑回房间。躲护士长如同一场小冒险，让他们迅速变得更近。雅子觉得今晚这事儿太有趣，肯定会彻夜难眠。如果稳重的山原医生愿意陪聊会儿，那真是太好了。厨子的真情让山原医生颇感受用，以为是自己魅力令他倾倒，甚至愿意拜倒在他的风采下。第2天，按原计划，浅昭在春日的帮忙下成功潜入医院，谎称自己是来修电话的。护士长说没收到这通知，要求他离开。春日见状急忙出面缓和气氛，声称是自己突然预定才混过一关。随后浅昭告诉所有人，会测试拨打护士站电话，嘱咐大家不用回应。与此同时，厨子的计划也在顺利推进。他先是深情拥抱山原，接着在对方不注意时夺取手机，悄悄地给护士站打电话，悄无声息地把手机塞回对方口袋。另一边，浅昭抓住机会开启了免提，从没遇到过像厨子小姐这样迷人的女孩。快出院了，我会很想你的。突然响起的声音让所有人愣住了。看到这情况，护士长和春日立刻赶向病房。眼前这一幕让人难以直视，突然出现的2人让山原马上清醒过来，他搞不懂自己为什么会这样失控，意识到后羞愧地逃了出去。但事情还没完，回办公室的山原马上感觉到同事那不寻常的目光，原来八卦已经传遍了医院。同事坏笑着让他看下手机，一看到来电显示，山原当场尴尬死。与此同时，春日也知道了护士长的小秘密，原来对方早就识破了他与山原的关系，一直反对是因为早就察觉出山原是个坏蛋，这么做全是为了保护春日不受伤害。
至于那个护士长迷恋山原医生的谣言，也是他有意放出的，目的只是为了防止科室的其他新人受骗。得知真相的春日非常感动，真心的对护士长表示了感谢。春天来了，黎莎总算甩开了那个烦人的孔雀男友，但此时此刻，我们的中二少女黎莎却在不停的道歉。原来黎莎为了给工作室拉客，脑子一热，网上乱发广告，结果引来了一大堆投诉电话，连平时脾气好的浅昭都忍不住崩溃了，只好让黎莎自己收拾烂摊子。话说黎莎什么时候能超越厨子啊？你好，这里猫咪工作室，那个烦人的广告是你发的吗？是的，很抱歉。女孩突然发现她好像被哥哥锁住了，她急忙打电话求救，但当被问及具体位置时，她说不出来。那你能看见周围有啥特别的吗？她便转向窗外，试图看得更清楚些。哥哥突然出现，吓了她一跳，电话突然挂断，让厨子感觉到对方可能有麻烦。黎莎建议马上回拨，但被浅昭断然拒绝，可能是快被发现了，所以急忙挂了电话。另一边，白石严肃地问佑奈在和谁通话，表面关心，实际上很警觉，知道是骚扰电话后才放心下来。佑奈差点被哥哥发现，有点紧张，找借口说要去洗澡，急忙离开房间。这个小插曲却让他开始怀疑哥哥。不久前，还是学生的佑奈因家庭变故离家出走，没地方去，只能在街头流浪。但他上了神代少女论坛，很快就找到了愿意收留他的人。对方不仅帮他赶跑了油腻大叔，还愿意免费提供他住宿。佑奈虽然心存感激，仍然保持警惕，毕竟对方一见面就要求他交出手机，这让他不禁对对方的意图产生怀疑，可能是察觉到他的担忧。白石迅速又递出一部手机，解释这全是为了他好，既然是离家出走，不希望被家人通过定位找到的话，换上新手机更好。佑奈没那么警惕了，白石趁机分享了自己的往事。这里原是他们一家4口的幸福之地，但在4年前，15岁的妹妹不幸去世，父母因难以接受而频繁吵架，最后决定离婚，各自离开这片伤心地。自此，他独自一人留在这里，孤独地珍藏着回忆。他第一次见到佑奈时，感觉自己和妹妹特别像，接着告诉佑奈不用担心，会像亲妹妹一样呵护她。佑奈被这番话深深触动，没有了任何怀疑，心甘情愿交出了自己的手机。但他未曾想到，这正是噩梦的开始。随后，白石开始像哥哥一样细心照料佑奈，不管他想做啥，白石总是静静的陪伴。怎么啦？看不见你的脸了。在这儿的每一天，佑奈都觉得特别放松。他甚至认为白石就像个救星，给他带来温暖和治愈，每天都觉得特别幸运，这让他迫不及待想跟好友分享。于是他提出要回手机打电话，结果竟遭拒绝。你也会离开我对吧？不会的，我不会离开，真的。于是乎，佑奈不再坚持要回手机了，因为他不忍心看白石难过。接下来的事件给他完美的生活添了裂痕。那天，佑奈舒适地蜷缩在沙发上，阳光温暖地照射着他，这使他不由自主想呼吸新鲜空气。他便决定去开窗，但窗户一推，刺耳的警报声吓了他一大跳。他还没来得及反应，白石1秒钟内从卧室冲出来，迅速将窗户关上。面对佑奈的质疑，他只说自己一个人住，装警报是为了更安全，要通风的话可以开排气扇。虽然白石的解释听起来挺靠谱，但佑奈还是感觉到了些许不对劲。于是等到夜深，趁白石洗澡时，佑奈决定溜进他的房间看看。他推开门，依靠着微光打量四周，床上的诡异娃娃让他心里发毛。尽管想逃出去，他还是继续搜索，直到发现自己的手机在抽屉里。他正打算取出，却发现手机被锁得很紧。这样一来，我就完全与外界隔绝了。我这算是被困住了吗？回到房间后，佑奈像热锅上的蚂蚁，焦虑地考虑接下来该怎么办。他本想打电话求救，但随即想到白石对他的种种好处，毕竟一切都只是自己的推测。如果只是误会，该怎么解释呢？他反复思考后，选择了在网上寻找帮助。很快他发觉，工作室的服务能完美解决他的难题。
于是他立刻毫不犹豫拨出了电话，但他正要告知地址时，突然间被白石打断。幸亏佑奈反应快，假借骚扰电话解了围。第二天，为了能有机会重新联系，佑奈想像漫画中的角色那样，和哥哥一起在院子吹泡泡，不料被果断的拒绝了。但佑奈并没有放弃，随后就抓住白石的手撒娇。可能是被佑奈的天真感动，他终于答应去超市买东西，这让他赢得了5分钟时间。另一方面，自从昨天收到佑奈的电话以来，厨子一直心里不踏实，因为他最好的朋友就是因为境内消失的。这些年他开了个猫咪工作室，专门帮助各种需要帮助的女性，只希望有天能找到好友的消息。所以当他又收到佑奈的来电，立即答应帮他解决难题。他通过 GPS 快速定位到通话地点，然后迅速了解两人如何认识。由于时间紧张，他连为白石做性格分析的机会都没有，这也埋下了未来行动的隐患。很快，白石接到了论坛的来电，通知他有新的神带少女寻求庇护。由于已收留佑奈，白石本想拒绝，正当一切似乎要泡汤时，佑奈决定冒一次险。他劝白石暂时收留那女孩，哪怕只有1晚，因为那通电话让他回想起自己的经历，对方可能也很需要帮助。可能被佑奈的诚意感动，白石决定帮助他。他让佑奈在家等着，自己开车去车站接人。白石一离开，浅昭就带着黎莎来到门口。佑奈已经准备好随时离开，门锁连着报警器。浅昭建议他翻墙出去，佑奈在大家帮助下逃离了那个地方。但意外的是，这事竟然给厨子带来了大麻烦。白石很快就和厨子碰面了，谁能不喜欢一个可爱又会撒娇的女孩呢？毫不犹豫，白石便把厨子带回了家。佑奈出去买东西了。白石很快意识到了这一点，奈抽好像不在家。他慌忙冲进卧室，逐个搜寻，直至开启佑奈的房门。衣物不见了，他突然明白，佑奈已经逃走了。他难以接受这个事实，自己明明那么体贴，为什么他们一个个都跑了？但是体贴似乎不够啊。与此同时，跟着浅昭逃跑的佑奈开始感到不安，回想起厨子帮助自己的一幕，他感到难以理解。厨子不但没要服务费，还冒险代替了自己，这让佑奈怀疑厨子的目的不纯。相比之下，白石提供的安逸生活让他觉得厨子他们更加危险。想到这，他不顾一切地从车上跳了下来，这让黎莎俩吓得脸色大变，原打算追回他，没想到急匆匆的两人撞到一起跌倒，只得无奈地看他逃向远处。但他却不知，自己的冲动不仅拖累了厨子，甚至差点自己也落入困境。佑奈逃跑让白石彻底失去理智，他把所有错都怪在厨子身上，于是他决定采取行动。你跑不掉的。就这么回事，毫无防备，厨子被电击倒在地。因此当佑奈气喘吁吁跑回来的时候，看到了这幕情景。厨子无力地趴在地上，白石正给他的手缠胶带。我打算和他同住了，我不再需要你。这一刻佑奈完全惊呆了，他只想逃离，但此刻的脚重得像铅块，把他牢牢定在原地。白石缓缓站起身来，巨大的恐惧让他不由自主地往后退了几步。白石失控地对他狂吼，责问他为何要逃离。话音未落，就情绪失控地想要伤害他。所以我再也不信你了。佑奈在厨子及时的救援下苏醒，黎莎和另一人也赶到了现场。厨子在报警的同时把白石绑了起来。这时佑奈终于理清了一切，他对自己之前的行为感到羞耻，并真挚地向3人表示了感激。然后他询问厨子，为何愿意冒这么大的风险，只因想帮那些孤立无援的人。他不知道的是，厨子其实最想救的人是失踪4年的挚友。至此，本集结束。学人精的恐怖究竟有多深？他会悄无声息地靠近你，然后开始模仿你的一切，目的竟是完全替代你。本次求助者小倩也遭遇了同样的问题。青美是刚来的新同事，刚到公司第一天就特别讨好小倩，夸她化妆技术超赞，自己也好羡慕，然后满怀期待地求小倩传授点技巧，以为她是真心想学。小倩很大度地拿出自己的化妆品，还详细介绍怎么用。但接下来的事情很快让她觉得可能搞砸了，因为第二天青美带着一样的妆被男同事围赞可爱。不止这些，
还故意在小倩面前炫耀，这让小倩感到不爽。出于礼貌，她没当场发火，而是忍了下来。但她很快意识到，两人的关系越来越怪。小倩刚看上一个包，青美隔天就买了一份回来，尝了尝自己的食物后，马上又买了同样的一份。她这么刻意的模仿，让小倩感觉很不舒服。考虑到在公司，她只好忍了。但很快，更让她崩溃的事发生了。第二天，她发现办公室的青美真让人难受，不只是化着一样的妆，发型也是一模一样，连衣服都完全相同。小倩实在忍无可忍，终于爆发了，总是模仿我，真是没完没了。原本以为同事会跟我一样谴责青美这种学人精的行为，没想到身边的男同事全被青美迷住了，没人站在自己这边，反倒觉得她在扰乱公司和谐。青美借机流泪道歉，男同事们更是同情她，纷纷批评小倩太尖酸。在大家的道德压力下，小倩只好向她道歉，抱歉打扰了大家。但这还不是最过分的事情，直至意外遇见青美看到去接她下班的男友，这让小倩决定不再忍耐。青美一看到男友就夸他特别帅，还说羡慕小倩这么好运，遇到这么理想的男友。青美的巧言讨好让大志很开心，连说她不止甜言蜜语，还长得美。被冷落的小倩显得很不高兴，想快点和男友离开。没想到青美不但无视小倩的心情，还建议3个人一起吃饭。小谢还没拒绝呢，大志就欣然同意了。看着他们背影，小倩心里隐隐觉得不妙。果不其然，后来的日子里，她总是联系不上男友，约他见面也总是被找理由推掉，连自己的生日都忘干净了，这让小倩感到不安，于是决定亲自去问清楚。刚下楼就看见男友走出门，她正要招手打招呼，紧接着后面跟出的人令她怔住，眼前的场景确认了她的怀疑。这时青美似乎觉察到了什么，缓缓地望向小倩，惊慌中小倩竟然选择逃跑，男友跟着目光望去，那里已经没人了。最后青美像胜利者一样夺走了小倩的一切，明明她无错，却被害得一无所有。我的装扮和公司里的声誉，甚至连大志也被夺去，我绝对不能原谅她。听到小倩的事后，厨子决定接下这个任务，计划从青美那里把大志夺回来，给她一个教训，要把大志从青美那里抢过来，然后通过看大志的社交媒体，厨子很快就分析出了他喜欢的类型，喜欢外表酷帅、内心强大的类型，偶尔会露出像小狗一样的笑容，很是萌，喜欢摇滚乐队的狂热，迷恋那些魔法少女的动画。小倩对维子的专业能力大加赞赏，那就让我来抢吧。本集到此结束。他是个专业的渣男终结者，他最擅长把别人的男友抢过来。每次他有了目标，光看看对方的社交媒体，他就能迅速知道渣男的喜好，然后专门为他设计一场恋爱圈套，以此帮他躲开那些渣男。这次的目标有点特别，小倩的公司迎来了一位新同事，这人不止模仿她的穿搭，还故意抢走了她的男朋友大志，最后还得意洋洋的炫耀，这让小倩无法忍受。她主动找到厨子求援，希望把大志从青美那里夺回来。那我来抢过来好了。同时大志也收到了小倩发来的短信，邀请他这周末一起去看魔少队的表演。到了约定的时间，小倩因为加班没法来，而这正是厨子预谋的一环。大志隔墙仰望着偶像，感觉很失落，因为没有钱再买票。大志决定先撤了。正当他打算离开时，却不小心和一个突然出现的女人撞个满怀。上次没成功后，黎莎想要搬回一城，她说这次一定会好好备战，希望厨子能把争取大志的机会留给他。可是首次见面，黎莎不小心把口红弄到了对方衣服上，真是糟糕。我这么跟你说，虽然大志的反应令人意外，但想到厨子的性格暴躁，他打算照计划进行。抱歉，但对方却不接受，为什么要故意针对我？显然第一招不灵。黎莎又记起厨子的忠告，对方喜欢狗狗般的笑容。为了道歉，我请你吃饭吧，还是先赔偿吧。大志的一切反应巧妙地躲过了黎莎的所有安排，这让他有点措手不及，不确定如何是好。抱歉，我来给他赔礼道歉。厨子的出场巧妙地帮黎莎摆脱尴尬，恰好浅朝也打来电话，要他找个借口赶快离开。黎莎意识到自己又闯祸了，假装肚子疼，
匆匆离开了现场。黎莎突然出现又消失，让大志感到困惑。因为没票，他打算离开。厨子急忙拦住他，然后说因黎莎走了，多了一张票，如果行的话，想请他看演出，作为弄脏衣服的补偿。一说完就拉他进去，不等回答。演唱会后，两人约到酒吧，子不经意间拿起酒杯，快拍了一张。大志在享受这一刻的独处，接着聊起小戏放鸽子的事，抱怨差点错过演出。厨子说可能是前辈嫉妒，故意针对的，因为有些女人嫉妒别人过得好。大志听后陷入回忆，小倩曾抱怨青美在刻意模仿她，这让他很烦，但他没太在意。现在有新美女陪伴，小倩很快就被冷落了。灯光微暗之下，大志凝视新欢厨子，惊讶地发现他眼角有颗泪痣，连现任青美都不知道。他特别喜欢泪痣的女孩啊，我之前没听说过大志对痣有特别爱好啊。同时，浅昭匿名发给青美一张照片，这正是厨子刚拍的照片。蓝色指甲提醒着他，这人肯定不是小倩。很快他就自己找到了答案，但他不知道，这一切都是厨子故意安排的。所以当他因男友不忠质问他时，却被男友冷酷赶走。气急败坏中，青美斥责大志是个渣男，却遭到冷酷的回击。我受够了你这种女人，你说啥？你不过是个山寨货。山寨两字如刺痛了青美，慌乱地捡起掉落的包，逃离了这个地方。然后大志转身离开，却发现厨子正准备走，他急忙地开始道歉，并解释青美只是前女友，让厨子不需在意，坦白自己真心喜欢的只有厨子。我不喜欢感情复杂的男人，以为事情会就此结束，谁知第二天，小倩一进办公室，就听见同事们在小声讨论着什么。随着她逐渐靠近，看到青美一脸沮丧地坐着。抱歉，小倩默不作声，她并不想原谅对方，毕竟一句道歉不足以抚平所有伤害，但她不想继续怨恨青美。想想自己成长过程中也受了许多人影响，虽然和青美不同，自己找到了合适的学习方法，然后说与其埋怨他人，不如努力提升自己，让自己变得更强。最后她真诚地感谢了厨子三人。浅昭接着说，如果需要和男友和好，他们愿意伸出援手。不用了，受够那渣男了，直接扔了吧。这集到此为止，感谢一直关注并等待更新的各位，下个故事再会。他这么和妻子打招呼，真是标准的大婶。肚子大又肥，妻子让他帮忙放洗澡水时，他这样回答，为什么非得我去放水？当个不挣钱的家庭主妇真难，搞搞家务有那么难吗？每次听丈夫这么说，安娜只好尴尬的沉默。起初丈夫只是讥讽她，抱怨她总是伸手要钱，但不久后安娜成了丈夫的出气筒，稍有不悦就对她动手。这还算不了什么，当安娜无法再忍受丈夫的虐待时，提出离婚时，想不到丈夫居然毫不犹豫地答应了，但他坚持不让安娜带走儿子，这对安娜来说太难接受了，因为儿子对她而言是最大的弱点。安娜哀求不断，甚至愿意一无所有的离开，但丈夫仍旧无动于衷。安娜百思不得其解，丈夫平时连儿子都不怎么照顾，为何此时选择不放手？面对妻子追问，丈夫淡淡回了一句，就为了不让你分走我的钱，一分钱也不让你拿。这番话让安娜心境崩溃，她怎能放弃儿子？但面对丈夫雄厚的律师阵容，她该如何是好？正当她几近失望之际，偶然遇到了经过的浅昭。出于怜悯，浅昭把她带到了工作室，并用专业视角为她分析。对照无收入的安娜，法官可能会觉得成功的丈夫更适合提供良好的成长环境，因此如果按常规程序，安娜很可能会败诉。但如果安娜愿意让他们代理的话，孩子们能帮她夺回抚养权。这委托是啥？我得夺走你老公。夺走，随后把孩子的抚养权交还给你。以为安娜会很感激，结果她看起来完全不能相信。你们想做什么？别因为我是外国人就当我傻。安娜简直不敢相信这种惊人的服务，也不敢相信这种好事会自己来找上门，反而觉得是针对外国人的骗局。为了让安娜放心，浅昭耐心地说服她，他们工作室旨在帮助处于不利地位的人，厨子的委托成功率达到了100%。如果还是担心被骗，不如成功后再支付费用，也是可以考虑的。
可能是浅招的诚意感动了他，安娜慢慢软化了。行吧，那就让我来做。但正当他们计划如何行动时，不知道一场针对厨子的计谋正悄然进行。原因是厨子之前帮嫁纱甩掉那个渣男后，变成了个极端控制欲的恐怖女友，成功把那渣男吓走了。不懂的话回去看第1集。原本以为事情就此终结，没想到事后渣子感觉有蹊跷，就偷偷向黎莎的高中同学打探，结果发现维子这号人物是虚构的，这让他不禁怀疑以前的所有经历都是对方精心安排的爱情陷阱。他于是找来报社记者龚大，分享了自己的经历，希望把厨子的所作所为曝光，让他变成众矢之的。面对这么劲爆的新闻，龚大肯定不会放手，但为了稳妥起见，他决定亲自来一次调查，便开始在工作室楼下守候，暗中监视。同时，厨子对即将发生的危机毫无察觉。得知旭芳下班时间后，在公司楼下等你，打扰你一下。我明白了。O型血，爱小学教师，有点恋母情节，既高级又性感，任何时候都完美无缺的女人。厨子的突然出现让旭芳眼睛一亮，眼前这位女士完全符合自己的审美。愣了一下，然后意识到她只是在问路。厨子说她想去比诺餐厅，可是在附近绕了20分钟也没找到，想要多点时间相处。旭芳主动提议带她去，不料正好落入厨子的计谋。俩人刚抵达餐厅，厨子的手机突然响了，是他约好的朋友，因为有急事没法赴约了，结果白跑了一趟。但厨子还是感谢了旭芳。欢迎您。在厨子的安排下，黎莎早就来这家餐厅应聘服务员了。在他的帮助下，厨子说这家餐厅很难定位，于是邀请旭芳一起吃晚饭，不确定他是否方便。意外的惊喜让旭芳很高兴，他立刻就答应了。不知不觉中，他被厨子设计好的圈套套住了。之前分析旭芳时，厨子知道了他对幼师这份工作的喜爱，所以在闲聊时，厨子故意提到自己曾做过幼师，遇到不少恐龙家长，虽然很爱小孩，但无法坚持这份工作。对此旭芳颇有看法，他觉得自己的前妻安娜就是个典型恐龙家长，孩子有点小伤就打电话给幼儿园。听到旭芳说起孩子，厨子就问起了抚养问题。为了展现一副责任男人的形象，旭芳说现在是自己一个人带孩子，现在带孩子不仅仅是女性的事了。厨子不禁赞他很负责，其实孩子早就交给奶奶了。旭芳觉得厨子完全被他吸引，因此心情特别好，感觉自己魅力依旧，不知不觉喝得晕乎乎，开始控制不住自己。万一失去抚养权，谁知道还得付多少抚养费。说的没错，厨子虽然鄙视这种行为，还是不停夸对方很真性情。你说话的方式真帅，因为我天生就帅，别得意忘形。在厨子精心布置的爱情陷阱里，旭芳已经迷失自己，只懊悔为何不早遇见维子，因纵欲过度，酒醉到最后昏迷不醒。厨子便抓住机会把他送回家，一切都在计划中顺利进行。但他们不知道，有人暗中观察，把这一切看在眼里。厨子该怎么度过这个难关呢？谢谢大家喜欢我分享的内容，下个故事再见。厨子现在是我女朋友，请大家多照顾她，不要给厨子脸色看，她将来是宗介的妈妈。那男的故意撞倒女孩，然后伸手进口袋，拿出事先准备的窃听器，趁女孩分心时，悄悄放进她的背包，确保她未察觉，装出一副平常心离开。他这么做的原因是，有人告诉他，一个3人团伙为了重力，设下爱情陷阱，诱骗男性。一旦男性成为目标，他们便会精心打造理想女友，让猎物迅速陷入困境。任务一旦完成，他们就会立即抛弃猎物。他兴奋地发现，团伙主要成员厨子似乎找到了新目标。龚大作为小报记者，已经很久没挖到好新闻了，这让主编对他很不满。所以如果能曝光厨子等人，肯定会上头条，自己也会再次受到关注。因此为搜证进一步，他故意撞到黎莎，趁机往背包里塞窃听器，好探听更多内情。谁知这一行为却让他的后续选择改变了。另一方面，小厨子对即将来的危机毫无察觉，按计划接触了旭芳一家，只见了一面，旭芳就把厨子当作女友介绍给妈妈。旭芳妈妈第一次见面就对厨子赞赏有加，觉得他既美又懂事。
第一次见就体谅他带孩子的辛苦，还帮忙做家务。旭芳宿醉醒来，得知妈妈这么满意自己的女友，一开始如果选这种就好了，然后收到了厨子发的问候，这让旭芳非常高兴，感觉自己好像又恋爱了。因此接下来的时间，旭芳和厨子经常约会，甚至经常让对方来自己家。很明显他们关系近得很。不知道的是，这一切都被龚大记录下来了。第二天，厨子召集了一些人，简述了情况。旭芳和母亲对维子完全信任。这段时间接触下来，厨子观察到，旭芳在家里基本不管家，家务从不碰，对孩子也是毫不关心，所有事都推给了母亲，极大地加重了母亲的负担。安娜则说，看来旭芳一点也没变，以前靠自己生活，现在依赖母亲，而自己在过去7年间每日生活艰辛难忍。原以为日本很包容，不料这儿的人很排外，连婆婆因为我是菲律宾人也挑剔我，现在我甚至被赶出家门，还要跟儿子生死别离。如果没有厨子他们的帮助，自己早就没希望活下去。厨子听后很是感动，承诺会全力以赴帮助安娜。安娜的真情流露，感动了不只是厨子他们，连偷听的龚大也被打动。他没预料到会是这个结果，因此厨子决定利用最后1周时间，在下次调停前努力让安娜得到抚养权。随后的时间里，旭芳彻底陷入爱河，无法自拔。她还要求妈妈家里必须备有厨子爱吃的食物。话刚说完，妈妈却不同往日的开始埋怨厨子，抱怨他到处乱扔鞋子，还很无理的命令他去买东西。其实这些都是厨子故意做的，本想儿子能理解自己的想法，指责厨子太不尊重了。其实旭芳早就全心全意喜欢厨子。妈妈，记得当年你对安娜也是这样吗？总说这不行那不行，其实你总得挑别人的错才高兴对吧？别在厨子面前摆这种脸色，毕竟她早晚是宗介的妈咪。旭芳的话让妈妈说不出话来，而偷听的宗介心里却开始有了不同的想法。因此接下来厨子来了，宗介的态度不像平常那么热情。当厨子给他讲故事，他回答得很不礼貌，我不知道，这算哪门子回答呀？看到宗介这样，厨子故意生气的起身离开，旭芳急忙追了上去。她要成为我妈妈吗？其实妈妈走了都是因为爸爸和奶奶，我真的很讨厌你们。宗介这句话伤了奶奶的心，使她开始反思，硬要让母子分开真的好吗？后来偶听到厨子的谈话，奶奶终于决定了，我可能办不到，真的。经过这场闹剧，很快就到了调停的时候。调解员问我们是否改变了争取孩子抚养权的想法。安娜坚决表示自己不会变，但旭芳犹豫了，如果让安娜带走孩子，那她和厨子就没障碍了。因此当调解员说出现新证人可以证明安娜是好母亲时，她没有反对，反而默认了证人的举动，因为这证人是她母亲。她在被问及安娜的母亲角色时，第一次给予了肯定。她是个特别优秀的妈妈，为了家庭和孩子，她牺牲了自己。之前那些关于她虐待孩子的指控，完全是杞人忧天。在调解员问及什么最利于孩子成长时，她立刻答道，给安娜抚养权，我儿子负责经济支持。这时候婆婆放弃了所有偏见，尽己所能地帮助了另一位女性。与此同时，调解员问旭芳是否自愿放弃抚养权。是的。调解结束，安娜终于见到数日未见的儿子，母子俩紧拥不愿分离。妈妈，我们终于能在一起了。是的，一直一起。旭芳迫不及待地给厨子打电话，通知他孩子已经托付给安娜，让他不必再担心。原本以为厨子会很开心，什么？你要放弃孩子？但这是你说的呀。我只是稍微抱怨了一下，没想到你真的就放弃孩子了。渣男。终于甩掉旭芳了，以为一切都结束了，可问题马上又来了。出现的是一直在跟踪的龚大，他把收集的证据全摊开，三人顿时目瞪口呆。而龚大这时说道，如果把厨子和安娜欺骗法官的行为曝光，安娜的孩子就会被迫带走，旭芳也能拒绝给抚养费。最关键的是，厨子会因妨碍公正被控告，这会引发大问题。当龚大原以为他们会要求一笔高额服务费，却发现厨子每次只收10万日元，他百思不得其解，为什么厨子要冒这么大的风险？
去做这种既危险又无力的事。直到厨子展示了一张照片，他对宫大说，照片里的女人叫领花，是这个工作室的创始人。他创建工作室的目的是为了帮助社会中的弱势群体。自己以前是个孤儿，曾经无法忍受非人的待遇，悄悄离开孤儿院时，没有家的我被领花接纳了。直到4年前，领花接电话后外出执行任务，之后便消失了。期间他打过一次电话，说了声抱歉后就杳无音信。从那以后，厨子延续了领花的意愿，继续运营这个工作室，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，同时也希望能找到领花的信息。听完厨子的描述后，宫大沉默了好一会儿。他一开口，众人都很惊讶，真是无聊，无聊至极。但总比那些八卦记者强。与其把这事炒作成眼球新闻，他更希望厨子能助更多人。此刻，他对名利的追求被人性的光辉所战胜。那是什么时候的事？4年前的5月。或许我这里有线索。本集到此结束。女孩震惊地发现，自己在网上发的自杀信息，竟然有人回我了。对方还说愿意免费帮忙，这让她非常感动。但在这之前，她还有一个遗愿，就是想让深爱的男友离开。为了实现这个愿望，她找到了抢夺恋人工作室，请厨子帮助抢走自己的男友。当小峰拿出照片时，厨子和黎莎顿时目瞪口呆。原来，小峰的男友竟然是他们的同事浅昭。与此同时，浅昭在去工作的路上接了个电话：“你好，今天突然放假。”“啥？千万别来公司。”为了避免他们俩碰面，厨子让黎莎给浅昭打电话，告诉他暂时休假，然后问小帆为什么要这样做。沉默良久后，他才回答：“和我在一起，对他不利。”这话让厨子有点迷惑。然后他慢慢讲述了两人的故事。2年前，小峰因一个意外住院了。那一天，他一个人散步，不慎摔倒了，剧痛让他暂时动不了。这时候，同在住院的浅昭一瘸一拐走来，伸手想帮他起来，结果俩人又一起跌坐回地上。就是这次偶遇，很快让他们成了好友。小峰对浅昭说：“我梦想成为钢琴家，因为事故手受伤了，不确定能否恢复。”说到这，小峰眼泪也掉了。浅昭鼓励小峰努力康复，一定能实现梦想。为了让小峰开心，浅昭开始聊自己的职业：律师。真的吗？自由职业者小峰备考期间。如此，俩人相互支撑，共度康复难关。出院后自然而然开始交往，但由于工作原因，小峰手部力未能完全恢复，无法继续弹琴，不得不放弃钟爱的钢琴生涯。梦想破灭给他带来深重打击，精神压力由此倍增，他越来越害怕，甚至无法控制情绪了，最后甚至开始自伤。即使这样，浅昭也没责怪他，甚至从没说过重话。不管小峰多极端，浅昭总是默默陪着他。小峰很是感动，但愈发如此，他越来越不想拖累浅昭。可是一想到要分手，小峰就做不到。无奈之下，他只好找厨子帮忙。对厨子而言，要夺得浅昭也不是易事，但看到小峰那么绝望，他还是决定帮这个忙。条件是小峰得好好照顾自己。拜托了，那就由我来接手。小峰走后，厨子开始分析浅昭的喜好，偏爱23至34岁的职业女性，之前喜欢让人产生保护欲的女生，现在倾向于能相互支持的女生。比起丰满的女孩，更偏爱苗条些的，最爱接近地的 C 罩杯。分析完毕，厨子意识到浅昭喜欢的类型跟自己挺像的。这时候黎莎站出来反对，觉得厨子不应该接这个活儿。如果浅昭真的对厨子动心了，那事情该怎么收尾呢？不能像处理别人那样直接断了，这么做多尴尬啊！后面的事到时候再处理，先把任务搞定。第二天，浅昭刚来上班，黎莎就用同情的眼神看他，因为眼神太直接，浅昭忍不住问他怎么了。黎莎慌乱的搪塞过去，接着厨子嘴角沾满食物走进来。哎呀，厨子你这是怎么了？嘴上沾了东西啊？是啊，一大早的小插曲让浅昭心情大好，没想到平常完美无瑕的厨子竟展示出这么可爱的一面。黎莎看着浅昭有点幸灾乐祸，她心里明白对浅昭的追求计划已经启动。这时宫大发来一条消息：
涉及领花失踪案的新线索。于是他们急忙去找龚大。见面后，龚大从口袋里拿出一张照片，对厨子说，他4年前查过一个失踪案，那时连续有10几个女性消失。经他一番侦查，有一半的人曾和一个名叫川塔的人打过交道，但由于缺乏确凿证据，事情最终不了了之。目前新的线索表明，他之前曾在一家印刷厂工作过。我再去查查看，可能是急着想找线索。厨子说他想自己去查，让我来吧。我得跟你讲讲，川塔这人挺危险的，万一我们惊动了他。放心吧。虽然厨子尽量装得很冷静，但紧握衣角的手露馅了他的紧张。这一切尽数落在浅昭眼里，他开始对看上去坚强的同事重新评估。与此同时，小峰的状况并不乐观，他始终无法面对现实，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，无法控制的情绪像怪兽一样吞噬他，无法忍受这种折磨。他又一次在网上发出了自杀的信息，我想去死，如果你真的需要，我愿意帮你一把。小峰完全没想到，竟然有人会帮他自杀，因此他忘了和厨子的约定，背着浅昭偷偷去见那个人。但他不知道，那人有不可告人的目的。第一次见面，我叫川塔。另一边，厨子和浅昭来到了印刷厂，两人自称是调查公司员工，想向厂长了解些情况。他展示了川塔的照片，期望能得到一些有用的信息，却被厂长直接拒绝。我也不清楚，我很忙，别烦我。说完，厂长就转身要走。厨子急忙制止对方，如果你隐瞒前雇员的严重问题，给下一个老板带来损失，你会被控告犯罪，你承受得了吗？真的。无奈的浅昭只好跟着厨子胡搅蛮缠，背诵法律条文吓唬厂长。因为担心惹麻烦，他示意两人跟他走。到了无人之处，他终于吐露真言，他偷的是有毒的工业药品。当厨子问这能否致死，厂长犹豫后肯定回答了。同时他们不知情的是，小峰暗中与人会面，那人竟是川塔。真能要了我的命吗？确实如此。咱们走吧，痛苦即将结束，去享受吧。男子紧抱女孩，将她置于满是水的铁桶中，然后拿起一根电棒，面无表情地看着她。电棒的一端连接330伏高压电箱，电棒一旦入水，女孩会立刻丧命。但这并非蓄意杀人，而是女孩自愿。她叫小峰，梦想成钢琴家，一场事故致手部重伤，再也不能弹钢琴了。梦想和现实的巨大落差，让她陷入了深度抑郁。多次精神崩溃后，她再次在网上发出自杀的消息。但这次不同，很快她收到了一条回复：如果你真的决心了，我会帮你。于是根据对方的指示，她一个人到了约定地点，遇到了愿意帮她的川塔。但她不知道，这川塔并非出于善意，他帮助小峰的原因只因杀人能给他带来极大的快感。就这样，小峰毫无察觉，很快变成了川塔的目标。同时，厨子收到了黎莎的电话，他说小峰不但自己撤销了委托，还接着失联了。他担心小峰可能走极端，让厨子赶紧找办法处理。这时候大家还不知道，黎莎的担心是有道理的。小峰已经被川塔带到了旧工厂，如果无法即刻制止，后果将不堪设想。为了确定小峰的确切位置，厨子不顾一切向浅昭询问：浅昭在吗？能找到他的位置吗？是小峰。你是怎么知道小峰的？看到厨子犹豫的表情，浅昭似乎猜到了点什么。原来厨子之前的奇怪举动，现在终于有了合理的解释。不会吧？厨子没来得及多说，只急忙告诉浅昭，必须得赶紧找到小峰，否则他可能会有危险。听到这话，浅昭有点迷惑，但他决定信任厨子，因为他和小峰是情侣，两人都开启了位置共享。很快他就找到了小峰的位置。我们现在就走。与此同时，川塔把小峰带到了废弃的仓库，对方的熟练动作显示出这不是他第一次了。为防小峰后悔，他一直在安慰他。大家走后都显得很平静，好像终于摆脱世间苦楚，感到一种释然。面对自杀装置，小峰还是紧张不已。你为何要这么做？有人想死却死不了，这事实是无法改变的。我没什么特长，但如果这样能帮到人，我会很开心。
这么说着，他打开了阀门，水缓缓流进浴缸。他慢悠悠地给小峰讲解，浴缸满了之后，小峰就能泡澡了。然后我再打开电源设备，小峰马上就会死掉。小峰听后开始紧张起来，川塔仿佛没看到似的，仍然在那里自说自话。一开始他用药物辅助别人自尽，可是那些人一吃药，不停地呕吐，还疼得在地上打滚，这使得死者脸部扭曲。他很反感这种情况，直到他意识到电击能轻松解决问题，他极其激动。时间逐渐流逝，3个小家伙也来到工厂，但他们有些目瞪口呆，因为工厂实在太庞大，想快速找人真是大海捞针。就在此刻，厨子突然回想起记者之前的话，他4年前在相模园的水泥厂工作，可是那个厂2年前已经关门大吉。那些耸立的水泥设施让厨子眼前一亮，他确定了一个方向，拼命向那儿跑去。与此同时，浴缸的水已经满了，是时候出发了。与3人的紧张不同，川塔轻轻抱着小峰，慢慢的让他进入水中，然后拿出电击棒，告诉小峰准备开始了。小峰空中挥动的手指无声表达着对钢琴的留恋，也正是因为这样，他觉得唯有死亡能让他解脱。于是他慢慢的闭上了眼睛，等到最后关头，所以他看不到旁边的水塔。此时终于露出真面目，狰狞面孔透露其丑陋本性。只有这一刻，他才能体会原始的快感，也是他屡次作案的缘故。但就在铁棒即将触水的瞬间，3人达到了最终时刻，总算见到小峰了。浅昭，别过来！一个不请自来的客人突然闯入，川塔显得很不悦。他说还有急事要处理，让他们3个马上走。听到川塔的推诿，厨子反驳道：杀人罪不可饶恕，满足自己的兽性需求，原来这就是你所说的要事。川塔没料到厨子竟对他这么了解，试图解释自己只是在帮助小峰，一切都是他自愿的，自己从没逼过他。真的吗？浅昭想继续追问，却被川塔的话打断。你们不该责怪他，想逃离令人痛苦的地方，并且依赖他人，只要是自己决定的，别人无权干涉。川塔说的天花乱坠，其实却是歪曲事实，因为他本质就不好，所以不能向这种人求助，不能把自己交给以别人的苦为乐的人。厨子真心的劝告，让小峰开始犹豫了。随后浅昭真情的表白，完全打破了他的坚持。小峰，别死啊！小峰一个劲地推翻了川塔，想逃开，却被再次站起来的川塔抓住了。正当这时，厨子抓住时机，全力冲撞川塔，浅昭趁机带走小峰。这时川塔气急败坏，然后他猛拉厨子，狠狠把他扔进浴缸，紧接着又把他抱起，猛摔进水中。捡起地上的导电棒后，他满脸凶相地盯着新目标。一切发生的太突然，边上3人已经被吓呆了。丽莎反应过来，顺着电线找到了控制开关，他立刻冲向开关，但下一秒他看着墙上密集的开关，不知道该搬哪个。与此同时，厨子的状况看起来相当不妙。川塔已经高举电棒，用尽全力，准备对今日的捣乱者厨子进行致命一击。强烈的电流让他们2个都重重倒地，虽然只有一瞬间，但厨子还是昏了过去。他静静地倚在浴缸边，仿佛失去了活力。此刻丽莎被吓得僵硬倒在地上，浅昭最先反应，他满脸惊慌地跑去救厨子，把他从水里抱出来，然后立刻展开急救，一次又一次地按压胸部，反复进行人工呼吸。显而易见，浅昭非常希望能救回厨子。终于，他坚持不懈地努力过后，我觉得我快挂了，还好还好。过了好一会，厨子和小峰离开了仓库。小峰真诚地感谢厨子，而厨子向他道了歉，因为自己和浅昭是同事的事情，一开始并没有告诉小峰。小峰后来取消了委托，他觉得轻松多了，毕竟争夺浅昭不是易事。小帆对此却不太在意。经历这些之后，他决定放弃浅昭。等浅昭出来时，他直接提出了分手。然后他向大家说明，自从他受伤之后，情绪一直压抑难耐，浅昭的无微不至让他深深依赖，但生死边缘的经历让他觉悟这不是爱。
所以他选择放手给浅昭自由。或许是看穿了小峰的决心，浅昭最终同意了分手。不久，三人生活渐归正常。记者龚大传来新消息，经过警方对川塔的审讯，他承认了8起杀人案，但岭花并未在其中。厨子表示，虽无心发现，但岭花或许还有生机，因此对龚大表示感谢。正当众人认为事情平息，厨子突然接到一通神秘电话：“我听说了一个小道消息，你能勾搭任何男人吗？”“能，我做得到。”“那拜托了，我一定会把他抢过来。”第1季就到这里，下个故事再见。